天才魔鬼式的考试开始了。摆在考生们面前的不是考卷，却是一间密室。他们需要走出密室。参加考试的人个个都是天才，别看他们都是小学生，但智商个个高超，达到666。来到一间密室，大胡子考官闪亮登场。密室有黑白黄3色的格子地板凑成，考试要求除黄色方格外，不踩到任何正方形格子。小美第一个登场，环顾了下四周，小美得意的笑了。她告诉考官，这里就是个阴谋，因为根本不可能通过。考官立马火冒三丈，果断将他淘汰。显然这只是他自作多情。而第2位出场的是阿伟。阿伟仔细打量着考题，立马就找出了答案。考试要求不踩到正方形地板，可根据他的观察发现，这是一道假命题，因为这里的地板实际上并不是正方形，只是接近正方形罢了。于是他果断向前走去，径直来到终点，成功打开考试门，最终完成考试。第3位登场的是大壮。别看大壮人高马大，接下来他要用实际行动告诉你，他确实人高马大。只见他观察好黄色地板的距离，双腿一蹬，跳到下一块地板上，这就是失传已久的蛤蟆跳吧。又使出猴子上树，最终来到终点。瞧这把他得意的，如果得知刚才阿伟直接走到终点，估计他都得气到吐血。第4位出场的眼镜男，看着考试题目，眼镜男灵机一动，既然不让踩着过，那我跪着过总行了吧？行是行，就是有点费关节，走着也是可以过的。这小聪明虽然使错了，不过就当敢勇于尝试吧，值得表扬。第5位出场的是杰克。杰克人送外号工具小能手，随身就携带工具。只见他一把倒钩卡在终点的门锁上，牢固好2侧之后，竟上演了一场空中走绳索。这技术看得我目瞪口呆，就算考试失败，估计他将来也能到马戏团混个名堂。果断通过终点，来到下一轮考试。从未见过这样的考试，真让考生们头大。考试要求在几分钟时间内快速答完100道题，并且保证1道题全部不错。别说是小学生，估计就连老师上了也很难通过。监考老师格外苛刻严格，别看她是个美女，可对待考生一点都不心软。考试要求不让发出任何一点声音，一个女孩只是因为呼吸声比较大，果断就被取消考试资格。随着老师放下苹果，考试正式开始。题目也是真反常，问100斤的羊和100斤的大象同时摔下去，什么动物最先落地？不过还好，阿伟智商高超，老师仅啃了3口苹果的功夫，就宣布考试时间到了。仅仅过去了3分钟，就判完了所有考卷。在这间教室的考生里，最终只有阿伟一人成功晋级，其他同学也是不敢置信。但并不代表阿伟通过了考试，他马上还要进行第2轮笔试。就在午间休息时，考生黑妹却一个不小心将自己的铅笔掉进了下水道，其他考生也是冷眼旁观，并不想帮助他。眼看考试马上就要开始，回去取肯定来不及。好心的阿伟灵机一动，果断将铅笔掰成2段，递给黑妹一段。黑妹很是感激，说一定会找机会答谢他。第2轮笔试开始了，这轮考试更是出奇的难，对考生来说却仿佛灾难，因为考卷全部都是他们没有学过的知识，不仅没有学过，甚至就连听都没听说过。考生们充满焦虑，还有人紧张受不了放弃考试。时间过去了一半，这时黑妹向后微微一笑，她已经答完试卷，随后扔下一张纸条，上面布满答案，显然这是为了答谢阿伟。可阿伟却不看，一脚将他踹开。这时他突然想起监考老师说的话，仔细查看题目，认真审题。阿伟细心地发现，原来每一道的答案就潜藏在上一道题的题目中。这轮考试考验的并不是他们的知识储备，而是冷静解决方法的能力。有时问题比答案更为重要。最终通过层层选拔，一共4人来到最后的考试关卡。大胡子考官带着5人通过下水道，来到了一座秘密的庄园。4人好奇地打量房间，这里是一间迷宫。就在这时，刚才的黑妹却出现了。原来她并不是考生，而是老师假扮的。之所以佯装成学生，是为了测试考生们的善良同理心，以及是否能够抵挡住作弊的诱惑。而那些作弊以及没有提供帮助的，也全部被淘汰了。最后的考试则是要求4人在短短几分钟内走出迷宫，并来到楼顶敲响钟声，只有前3名才会通过。也就是说，哪怕4人全部通关，也要有1个人会被淘汰。4个人被带到不同的位置。阿伟回味打量着刚才考官说的话，闭着眼睛就能过去。于是他轻轻触摸锁头，发现了其中隐藏的盲文，盲文指引着方向。而杰克的方法就更为简单了，他先是通过工具让自己爬上通风口，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往楼顶爬去，靠着智慧与体力，很快就来到了楼顶。小黑则是通过超强的记忆力，不断的进行尝试，并通过脑海删除错误的路线，直到找出正确的迷宫路线。一旁的大壮却耍起了小聪明，靠着投机取巧，跟在小黑的后面。当小黑找到出口时，大壮却快步的跟了上去，并将他撞倒，成功的第1个来到了楼顶。就在这时，路过的阿伟一把将小黑扶起，
与杰克三人再会合，并一起敲响了钟声。最后，考官宣布大壮被淘汰，这让大壮很是不解。考试虽然要求只有前3名来到终点的才能通关，但剩余3人却是同时敲响钟声。这道迷宫则是考验他们能否团结协作的能力。显然，大壮为了投机取巧，伤害其他考生，所以他被淘汰了。最终3人成功的完成测验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考试时一定要认真审题，不要盲目焦虑，一定要仔细分析，更不要投机取巧找小抄。在这里，我也祝愿大家也能在日后的考试中取得一个良好的成绩。喜欢视频请点赞关注我，我是白昼，下期更精彩。